別看這5個老頭加起來快400歲了，他們要幹的卻是改變中國命運的大事。5個70多歲的老革命在北京西郊秘密聚會，他們正在為鄧小平的复出做準備。按當時2個凡是的邏輯，鄧小平這輩子都別想翻身。可陳雲偏不信這個邪。1977年3月，陳雲、耿彪、王震、蕭劲光、王矬正在耿彪家进行密談，他們要幹一件大事，準備把鄧小平從政治深淵裡撈出來。5個人平均年齡超過70歲，全是黨內資歷最深的老革命。當時華國鋒堅持2個凡是方針，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都堅決維護，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始終不渝地遵循。而鄧小平恰恰是被撤銷了党內外一切職務的人，被安排住在東郊民巷，行動受限，與外界幾乎隔絕。按2個凡是的邏輯，他這輩子都別想翻身。但陳雲不信這個邪，他看得很清楚，粉碎4人幫後，老百姓都盼着日子好起来。但2個凡是方針嚴重束缚群众的思想，黨內工作難以開展，冤假錯案平反不了，經濟建設搞不上去，能打破僵局的只有鄧小平。1975年，鄧小平主持全面整頓工作，大刀闊斧糾正左的錯誤，讓所有人看到了希望。他的能力和魄力，全黨上下有目共睹。於是陳雲決定為鄧小平的复出鋪路，但陳雲不是莽夫，幾十年的政治生涯告訴他，在中央會議上放炮不能打無準備之仗。第一步，先寫好發言稿，請胡喬木幫忙潤色。胡喬木是黨內第一筆桿子，跟着毛主席寫了幾十年文件，文字功底一流。經他修改的稿子，用詞更準確，邏輯更嚴密，不容易被人抓把柄。第二步，串聯老同志，他約了耿彪、王震、蕭劲光、王矬4個人到耿彪家裡串門。因為耿彪當時是中央軍委秘書長，家在西郊，位置隱蔽，不容易被人注意，方便活動。而且耿彪在軍隊系統威望很高，他的態度能代表一批人。5個人坐在一起，陳雲把稿子拿出來傳閱。耿彪看完稿子後說了一句話：稿子就要寫到這樣才好。這句話也是在暗示他們都支持陈雲的決定。這話一出，陈雲心裡瞬間有了底，他知道自己不是一個人在戰鬥。會議上會發生什麼？陳雲的發言能順利通過嗎？華國鋒會作何反應？點擊頭像進入主頁，咱們下集接着聊。